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6月23号的复盘视频，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盘前分析。Lucy 要用技术面和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我每一次的深度解读，你都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绝不踏空。这个周末可真是不平静，地缘黑天鹅一飞冲天，直接把科技股按在地上摩擦。看看这纳指期货盘前跳水超1%，市场秒切暂时避险模式。Lucy 我最近可是举着大喇叭喊降仓位控风险，听话的铁粉们扣个888，头铁没减仓的扣个555，让我看看谁在裸泳。灵魂拷问来了，本周 SQQQ 要起飞吗？是死猫反弹还是空头盛宴呢？走势图是不会说谎的，今天手把手就带你看穿多空转换线。今天我们依旧会从2个方面来去跟大家聊一下美股的行情。那第一部分呢，就是纳指行情解析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周线呢已经出现了序列9的一个滞涨，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比较接近前期一个高点。那我就想问大家一句，怕不怕？到现在为止呢，其实还没有出现一个多空转换的一个时机。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去看一下现在的一些热门股票的一个分析。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来去分析一下特斯拉的一个走势。另外呢，去看一下 SQQQ 它是否是有机会的。那么我们近期跟踪的 Coinbase 呢，今天也会去分析一下。另外，咱们粉丝留言呢，是让 Lucy 去分析一下美光，还有超微半导体还有咱们的一个这个 VIX 的一个多头的2倍的一个期货的一个品种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那如果说今天的 Lucy 的视频里呢没有给大家分析到的股票呢，你手里边有持仓的话咱们也欢迎咱们的一个观众朋友呢，在这个下方的讨论区留下你的这个股票代码。我们开始今天的一个分析。首先来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那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上个星期五的话，现在是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回调，而且它的一个低点呢，基本上已经来到了 Lucy 它的一个盘前广播的一个这个提示的位置。那我们来去看一下我们上个星期五是怎么给大家提到的就是说纳指的话呢，它是在一个5日均线反复一个争夺，所以说看见现在的一个指数的话呢，同时是 MACD 的一个红柱的一个放大，所以呢其实有回调的需求呢，这个是没有变化的而且呢我们说今天呢是收盘收成一个9号 K 线，是一个周 K， 所以说现在的一个目前的指数呢，基本上是在一个高位震荡。目前指数呢也接近前期的一个历史高点呢，就是20204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是由于8号 K 线呢又是黄 K又是在这个9号 K 线之前，所以呢我们需要观察的就是它的一个收盘能否跌破19406，所以来判断这个行情它的一个这个短期的一个多空。那么如果说回调了也就是说它跌破了19406这个位置的话，那你回调的话就要去看到了我们之前给到的一个位置，就是19014块4毛4这个地方。那如果不被跌破呢，那我们去看它的一个反弹阳线呢，再去做一个低吸就是窄幅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波段。如果说它跌破了的话，那就是新一轮空头走势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一起来从盘面上去看一下这段文字是如何去解读的那首先呢，我们是以这个周 K 线来看，那么上个星期五的话呢，它走出了一个阴线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呢，其实它的一个周 K 线的9号 K 线呢，基本上是与这个8号 K 线是持平的，而且呢，它有一点点危险，是有点踩破了这条我画的这条线，也就是19406这个位置但是呢，我的一个参考标准呢是跌破它，但是现在呢还没有。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还有一点点的一个空间，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9号 K 线呢就变成了我们周 K 线的一个参考标准。9号 K 线的话，那我们的参考标准呢就是在它的一个上方和下方我们都会去画一条线。那么这个线的一个点位呢，就会有一个区间。那么这个区间呢，我今天也会在这个盘前广播的里面呢，会给大家写上。也就是说，我们去参考上一周的一个 K 线的话，就是我们进出的一个标准。如果说这个拉升
对吧？这一周的一个周 K 线的话，出现了一个拉升的话，那突破了9号 K 线的高点，那我们就进一步的看上涨。那如果说跌破了它的一个上周五的一个最低点的话，那我想就应该是出现一个回调的一个走势。所以说现在9号 K 线呢位置比较尴尬它走了一个接近于十字星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一周的话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那我们知道现在盘前呢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周末呢有一个这个黑天鹅的一个消息所以说它对这个纳指的一个影响呢，其实也是会影响到的，因为资金需要避险。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既然我们看到了技术分析是有回调需求的，那么这一条线也就是19400点附近的这条线呢，我认为它的一个支撑的话就不足以这个能支撑住了。那么我们下一步需要看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去看的是我说的这一段的一个九转之前的这个1号 K 线。那么这个1号 K 线呢，其实它比较重要，是因为它所处的一个位置的话，首先呢，它是站上了我们多空这个争夺的一个这条线是之前 Lucy 画的。那么而且呢，它这个位置是有一个跳空缺口，也就是说它有2个点的一个共振。而且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它的一个这个收盘价和它的开盘价呢，就是我们参考它回调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起来，这个纳指它如果说需要回调的话，其实它的一个空间并不大。我们这一条线的一个参考标准呢是18903.66。所以目前为止呢，从这个收盘价19447这个位置到18900这个地方呢，也就不过500点的一个差价。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我认为纳指它如果说回调的话，它的空间并不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为什么看到上周一直是一个红柱子的一个这个放大，但是呢没有出现一个大跌。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我认为纳指现在还没有到多空转换的时候。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减仓的话，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如果说它不能进一步上去的话，那我认为现在如果你仓位没有出来的话，可能某一些个股它现在就会出现一个回调幅度比较大的，这个呢要具体去看。这个是对纳指的一个分析。既然提到纳指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SQQ 的一个走势。那这张图表呢是 SQQ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上个星期五的话，它是有一定的一个这个涨幅的而且呢，它这个阳线呢是比较小的。我们近期可以看到呢，它现在这个位置现在是出现了一大片的一个这个低洼区但是目前为止，从我们这个指标来去看的话，现在没有资金的一个流入，所以呢，现在还不能说 SQQ 就此呢会出现一个暴涨。但是上个星期五Lucy 已经把 SQQ 放到我的观察池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周五呢，我给大家写到的一个这个广播这里面提到的 SQQ 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一个这个标的呢是 QQ 在2月确定下跌的一个大阴线区间震荡，而且呢支撑位置525块3毛6不能出现跌破区间震荡延续。因为为什么写到这个呢？是因为我们有粉丝朋友问到了 QQ 的一个走势那 Lucy 呢也会给到一个这个相应的一个品种去做对冲。那么一旦跌破525块3毛6的话，出现一轮调整，去看最近的一个缺口位置呢511块8毛4到9毛3这个空间。所以说如果跌破了这个价格，那你就可以去参与 QQQ 了嘛，它的一个波段的机会。那对应的价格是在22块7毛6附近。如果说这个咱们财生可以关注一下它的一个聚宝盆适当的一个买入。但是上个星期五我们并没有看见，是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2块7毛6大概是在这一条线的一个区间。所以说上个星期五呢，它是有尾盘呢去出现了这个上行。那22块7毛6就是这个位置。但是上周五的话呢，它是在盘中出现过一次这个拉升，但是呢没有坚持住。所以说现在呢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就是你一定要等到它资金的一个流入，然后再去参与。毕竟我们的这个指标你要等到它龙线出来，这样的话它的一个确定性才比较高。但是近期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MACD 它一直是一个绿柱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只是涨幅没有很大。这个过程呢，就 SQQ 因为它不是大跌的话，它的一个成本的一个磨损就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要等待一个好的一个右侧的一个机会才能去参与。所以 SQQ 的话，现在是在我们的一个观察池里面。接下来我们去分析一下特斯拉。那么特斯拉的话呢，这张图表是特斯拉近期的一个走势图。
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呢，它还是维持在一个箱体的一个震荡，并没有什么变化。那为什么 Lucy 今天要把它拿出来讲呢？是因为我们知道啊，它之前的一个这个走势的一个密码呢，已经被我们去拿捏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很有可能在今天呢是第9天啊，出现一个方向的一个选择。那为什么说是方向选择啊？因为现在刚刚我们去分析过纳指，如果说纳指进一步回调的话，那我想特斯拉它也不会走出一个特别逆势的一个行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一定要关注啊309到310这个缺口的一个这个变化。如果说被一根这个阴线踩破的话，那它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一个向下。但如果说它被一个影线盘中跌破的话，这个呢可以再等一等看一看。所以现在呢，特斯拉的话，其实从机构资金上的话，我已经给我们财生朋友呢去分析过了。它目前为止呢是有资金啊，在这个位置呢去聚集。当然选方向的话呢，一定要靠市场的一个这个配合。到目前为止呢，我看特斯拉它还没有说什么利空的一个消息出来，所以说它要过掉我们之前有讲过的这个332的这个位置呢，它才安全。所以呢，我倾向于啊，大家还是要等到选方向之后呢，再去参与特斯拉会比较好。那如果说一旦啊，它这个资金的选择出逃向下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呢，有可能会成为就是下一轮的一个这个起跌的一个位置。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呢，特斯拉的话，它还不是很好参与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文字的一个描述啊，就是特斯拉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呢，日线方面呢，我们是以这个趋势啊向上的一个方向来看的。那么整体是一个箱体震荡，然后下沿呢，我们只看关键的一个价格，就是310没有补。然后筹码峰的话是有资金聚集的啊，我也给大家讲过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只是一个标准啊，我们的标准就是出现了一个抄底套餐啊，就可以去参与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上个周的话，其实我们是按天算的啊，就是它现在是332这个位置呢，还是我的一个参考标准。那上个星期五是第8天，又是周五。那我当时跟大家说了，如果是4、5日的话呢，可能会有变化啊，但是现在过得比较平静。如果说没有出现一个抄底信号的话，我们一定要等到332这个地方啊，再进行判断。所以这里呢，其实特斯拉的话，上一周正常情况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可操作空间的。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说它的一个60分钟的话，会不会出现这个抄底套餐？那目前为止呢，它现在横在这个地方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线呢是一直在向下掉啊。如果说根据它的一个变化周期的话，那它应该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聚宝盆的一个字样之后呢，才会再抬起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等这个特斯拉如果说接近一个这个下边界啊，比如说我们学过了它的一个这个神奇9转，那我们以9号 K 线呢去做一个参考。如果说没有跌破再起来的话，312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抄底的一个点。但是我们的一个标准呢 ，Lucy 这边还是建议啊，以我们的一个这个抄底套餐的一个这个出现呢来去参与。讲到这儿的话呢，这边提醒一下我们的一个粉丝朋友注意了啊，因为如果说盘中呢会出现什么变化的话呢 ，Lucy 会以一个盘前广播的形式呢会给到大家。所以如果说咱们的一个粉丝朋友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独家资讯的话呢，那你赶紧去联系 Lucy 的助教，然后呢订阅通道的话就在下方的一个置顶链接里面。你参与了订阅的话，这边呢是 Lucy 会给到粉丝朋友呢15天的一个体验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盘前广播，所以有很多内容啊 ，Lucy 会在这个里面去写上，给大家去分享啊，去同步。如果你是第一次刷到我视频的话呢，咱们想跟上 Lucy 的一个直播分析的话呢，第一步呢，你要赶紧点个订阅啊，然后呢，作为见面礼的话呢，新朋友可以啊得到 Lucy 的整整1周的一个内部的一个财生的一个课程啊。每个周的这个周2、周4、周5的一个下午5点呢 ，Lucy 有一个内部的美股洞察的一个课程，会大家去分析一下目前这个市场上的一些这个权重股票，包括热门股票啊，它的一个这个技术分析，包括一些精准的走势拆解啊，独家的一个预判心法，甚至还有一个期权的一个实战技巧会给到大家。那么就像我上周啊有讲到了这个地方的它的一个这个 Coinbase 的一个 call option 啊，也会给大家讲的比较清楚是如何啊去持有的，而且呢也会讲到如何去离场。那么这个是上个星期五我们的一个直播啊，这也会给到我们的一个新订阅粉丝的一个福利。
如何去领取呢？就在我们的一个视频下方的置顶链接里面啊，有一个这个咱们的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那你给他发送口令啊，发送礼物2个字，就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盘前的一个广播，还有课程的一个链接了。那如果说你想进一步啊，再学习 Lucy 团队老师的这个讲解，在这个本周6月24号开始，也就是明天啊，这个香港时间的一个上午10点钟，也会给大家准备一系列的啊，咱们的一个这个龙头股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那么如何去捕捉龙头股啊？龙头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啊，钱在哪里，财富就在哪里。也像抓这个 Coinbase 啊，上周我们是抓到的一个 Coinbase 的一个股票的走势，也像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给大家去讲解如何在这个市场去寻找龙头的机会，也会一并给到大家。所以大家赶紧去找啊助教老师去申请。讲到我们的特斯拉呢，目前为止现在还没有抄底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今天啊星期一，那本周的话会不会去选方向？那大家也要啊关注起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这个上周啊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市场热门股票呢，就是 Coinbase 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个图表呢，就是日线的走势图，可以看到呢，在这个308的这个位置啊，这条线是308，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也就是说，我上周的一个视频的话是给到大家啊，去画掉这个线的。而且呢，这个 Coinbase 它的一个高点呢，我们看到周五的话是在310块7毛5，所以说啊，它也就差了2块钱的一个空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它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呢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冲不上去？是因为它在前期啊，我已经给大家画过了，这个日线呢，在这个地方是有压力的，所以说画的一个位置的话呢，虽然说差了2块钱啊，但是 Lucy 认为呢，这个是相当精准的，也就是说鱼尾的行情呢，我们是不去搏它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给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去讲了，如果说你手里面有这个 Coinbase 的一个持仓的话呢，建议是降一降仓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这一天啊去买入的这个 Coinbase 的一个这个机会，那拿到了上个星期五的话，大概是4天的一个走势的话，会给到大概30%多的一个收益啊。所以说这个过程呢，其实啊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现龙头股的一个机会。那就目前为止呢 Coinbase 的话，其实我的一个建议的话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先做一个波段的一个止盈。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文字描述。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是在那个星期五的时候讲了，说单日啊大涨了20%之后呢，大阳线一步到位了，前方压力位给到了啊，具体的价格308。所以说我们之前有跟上广播操作的朋友啊，你是在这个下方买的，那你在这个308这个位置，你的盈利是绰绰有余的。而且我给到了止盈的一个方式，就是参考60分钟黄 K 啊，是否被跌破啊，三才童子形成。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否被跌破了啊。首先呢，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这个日线呢，就是它没有啊，这一个最后一个黄 K 呢没有被跌破，但是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出现了一个三才童子它的一个字样。包括呢，就是没有出现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出，但是我们知道什么？为什么在308的时候建议大家去减仓呢？就是因为我们要过一个周末。那周末的话，我们知道啊，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市场，如果说在周五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的话，那一定是周末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发生。那果不其然啊，周末出现了一些这个消息方面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相关的一些这个科技公司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调。所以说我们在日线方面啊，是发现了它的一个这个压力的话，那它如果也有回调需求的话，那在这个过程中，它有可能会在后续的一个行情出现震荡。所以说呢 ，Coinbase 的话还是建议啊，大家可以去这个波段的话啊，这个做一个止盈。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了，其实 MACD 的话，现在是一个这个向上的一个金叉，并且走出了2根这个绿色的一个柱子。但是呢，会看到日线的话，三才童子现在呢是没有出现啊，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流出。但是它如果在高位震荡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一个这个持仓的变化呢，没有太多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我们啊，当时给大家讲的时候呢是。边涨边卖啊，边涨边卖。如果说它还能进一步突破的话，那你的底仓应该还会有盈利。但是呢，如果说它这一个缺口啊被补掉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把剩下的仓位再降一降。那么这个就是 Coinbase 的一个这个交易的一个思路。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啊，这个是咱们粉丝问到的一只股票呢，就是美光科技啊。美光科技的话，
在这一轮的一个涨幅的话，算是比较可观的了。它从底部的一个64的一个位置，现在涨到了124的话，是接近了一个翻倍的一个走势啊。所以说呢，我想咱们问股票的粉丝应该是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去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目前没有看到说这个指标的一些背离啊或者提醒也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只能看到说有一点点资金的一个三彩童子的一个聚集，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资金的流出，包括股价呢，它现在是一直在向上涨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呢，发现了几个节点呢，就是现在它是日线出现了一个序列8，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啊，它后面应该还会有一个9，而且呢，这个9的话不出意外的话是形成的。但是现在这个股价就是出现9就是高点了吗？那也不一定啊。那我们来去看一下怎么分析呢？如果说交给 Lucy 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去分析。那我们来画一个黄金分割啊，去从底部的这根白 K 开始去画。那么在这个第一轮的一个9的平台位置呢，我们去选一个高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目前的一个位置股价的话，现在是123，它现在这个123块钱的一个股价呢，现在是在161.8%到200%的一个区间。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比较接近于200%的这个130块这个位置。所以说目前为止呢，我的一个分析的话，就是美光它最高的话它的一个最高点有可能在130这个位置就算是一个波段的一个高点了。那么这个呢，是我通过黄金分割来去测算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如果说出现了一个K 线9的话，然后呢是被跌破了，或者说这个位置不能达到130的话呢，也可以咱们的一个粉丝朋友呢就可以止盈先出来了。这个是对美光科技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相同板块的 AMD 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股票呢，也是咱们的粉丝朋友问到的。那么现在目前呢 AMD 的话，在波段过程中呢，它现在是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就是132.8块它的一个位置。但是呢，它不好的一点是它一直出现的是创新高的一根阴线。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要去分析一下它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情况。首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了它的一个上涨，但是它在上涨过程中呢，这个位置是触及到了我们的一个机构成本线。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后续呢3天的话，它没有说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拉升。那如果说看空间的话，它这个位置应该还没涨完。那我们的一个方式呢，还可以这样去预测就是首先在低位呢，我们看到了它是有资金聚集的而且出现了一个抄底的一个信号日线。那包括这一轮就在这个位置，它的一个提示进出呢，这一部分资金现在还没有出场，没有离场。那我们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就是这个地方还没有三彩童子的一个出现，也没有红色柱子的一个流出。目前为止，现在呢走势我们还要以上升的一个走势多头去看。那多头我们的一个参与标准呢，就是每逢回踩去买入，每逢回踩去买入，而且呢遇到高点要出掉遇到高点要抛掉。那么这一轮9的话，你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抛掉的。那么遇到缺口踩完之后没有回补之后呢，又拉升，那再去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在这个地方，对吧？我们的财生朋友是发现过它的一个走势的，并且呢，它又出现了一个单日的一个大阳。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现在有一个需求，就是我们从筹码来去看的话，现在呢机构资金全部都是在下方的话，所以 AMD 它应该上升的一个走势还没完这是第一点，它没有走完。那第二呢，它到哪个位置能走完？这里给大家去测算一下，就是我们取低点到高点的一个连线的话，也是用黄金分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取的一个低点和高点的话，应该是阶段性的一个高点，所以它现在呢是突破了向上。那么它的一个高点，我们要去看它几个关键的位置，就是139还有150，还有一个166这个位置。当然呢，它每一个阶段的话，其实呢都会有一个阻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只要它不出现那种大的一个回撤的话，它还会继续沿这个方向向上。所以 AMD 的话会跟美光走势应该是一致的。这个是对 AMD 的一个分析。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UVIX 是多头期货2倍做多，这个也是我们粉丝朋友遇到的一个问题
而且呢，这个分析呢，其实大家都是会认为说现在的一个指数啊，在高位震荡呢已经很久了，它可能会需要一个突然的一个刺激或者是一个变化。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它的一个分析呢，基本上都是通过 K 线来分析的。但只要有 K 线的话，就会有我们的一个技术分析啊，去做一个这个信号的一个寻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啊，其实呢，它有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信号，就是它的一个聚宝盆出现了，而且呢是在这个地方有资金流入的。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啊，这个标的呢，它是啊现在有一些这个抄底的一个信号出现。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它这个位置没有白色的 K 线啊，给我们去做参考。所以我们的一个标准的话呢，就是啊，去看这个纳指它会不会出现大的一个波动。那我刚刚有跟大家讲啊，就是纳指它现在如果说出现回调的话，它也不可能出现那种特别大的一个回调，它要跌破某一个点。所以那一个缺口的那一个点的话，应该是啊这一条，应该是这一条线。所以这一只标的呢，其实是杠杆加杠杆的啊。所以到目前为止，我现在没有建议这个大家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这个做交易的一个品种。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就是纳指的话，它如果没有大波动的话，这个标的它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分析啊。所以近期呢，我认为这个标的没有大的一个机会。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